无畏曲折迷离 ，K 姐奇探秘。大家好，我是 K 姐，欢迎回来。在前面的视频中，我们就曾谈到过赊刀人关于2022年的预言。但是你听说过漫画也能预言吗？就在不久前的东京奥运会期间，一则神秘的预言突然在网络上疯传。预言表示，就在2021年的8月20日，日本的富士山将会再度喷发。在现在看来，这则预言并没有如期实现，但在当时却让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，甚至产生了恐慌。原因就在于提出这则预言的神秘人曾通过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这部漫画成功预言过历史上发生的不少大事，其中就包括2011年的311日本大地震。而就在前不久，2021年的10月2日，这部漫画发布了最新的完整版。作者也对于自己关于富士山爆发的预言做出了解释，并提到了香港、台湾以及菲律宾。说到这里，我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来看看作者眼里的2025年到底会发生什么。故事要从漫画作者的神奇经历讲起。我所看见的未来由日本的漫画家 Tatsuki 所作，他还曾画过几部少女漫画。Tatsuki 是一个很神秘的人，他从未在大众面前露过脸。而就在去年，网络上出现了一位假冒的 Tatsuki， 他经常在推特回答一些粉丝的问题，并成功的骗过了很多人，导致真正的 Tatsuki 不得不在今年通过互联网做出了澄清。那么他是怎么想到通过漫画进行预言的呢？其实这部预言漫画里的内容都出自 Tatsuki 记录的自己预知梦的日记，也就是说，他把自己梦到过的一些有关未来的事情都画成了漫画，并在1994年到1998年之间公开发表了15则在《真正可怕的故事和恐怖体验》杂志上，并在1999年汇集成册，才出版了漫画的合集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。据各路媒体的报道，作者在多年前梦到的事情，竟然后来都在现实生活中一一发生了。这其中就包括一些名人去世以及巨大的灾难的发生。比如1976年的11月24日，Tatsuki 梦见了自己和一个朋友看到了皇后乐队的主唱弗莱迪去世的新闻，他将这个梦写在了日记上。谁知就在10年后的11月28日，Tatsuki 又做了一个类似的梦。这一次，他梦里的画面出现了一部回顾弗莱迪一生的纪录片，但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没想到，就在5年后的1991年的11月24日，年仅45岁的弗莱迪果然因为艾滋病感染而去世了。除了有关弗莱迪去世的预知梦， Tatsuki 还曾在1982年梦到过日本歌手尾崎丰以及英国的戴安娜皇妃去世的消息。而真正让这部漫画走上神坛的，其实是 Tatsuki 对2011年311日本地震的成功预言。在1999年出版的这本漫画的封面上，我们能看到大灾害2011年3月的字样，这里指的就是震惊世界的日本东北特大地震。这次地震所引发的巨大海啸，同时导致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泄漏，让无数的家庭陷入了悲痛之中。而早在地震发生的15年前， Tatsuki 就曾梦到过这样的一段话：大灾难将于2011年3月降临在东日本的某个地方。虽然 Tatsuki 没有指出地震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，但这则预言恐怖的精准性还是让很多人感到震惊。这本漫画也从此在市场上走红，一度卖断了货。而他之所以在今年又一次受到了大众的关注，其实就是因为 Tatsuki 所预言的富士山爆发的日期就在2021年的8月20日。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导致这个预言并没有如期实现呢？原来这其中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。还记得前面提到的那个假冒的作者吗？他为什么会冒充 Tatsuki 散布消息，至今还没有定论。可能是为了博人眼球，也有可能是出于一些别的目的。总之，许多粉丝甚至连一些网站都被他骗了过去。而所谓的今年8月20日富士山会爆发，也是由他散播出来的。那么，对于这个预知梦，真正的作者是如何解释的呢？
Tatsuki 通过一位外网的博主分享了他做过的有关富士山的3次预知梦。他说，除了漫画封面上显示的那一次，他还曾在2002年的5月以及2005年的6月11日2次梦到过富士山，但富士山只是在他的第一个梦中爆发过。奇怪的是，在另外一次梦境中，他梦到自己坐在一架小型的塞斯纳飞机里，当他向下看时，一个陨石坑出现在他的眼中。Tatsuki 对此是这样理解的：富士山的爆发可能是对经济萧条的一种隐喻。而现实中，富士山并不一定会这么快就喷发。看来，有关富士山喷发的预言完全就是个乌龙。不过算下来 ，Tatsuki 本人的年纪应该已经比较大了，所以没有及时关注到网络上的信息也很正常。但接下来 ，Tatsuki 还分享了自己最新的一个预知梦。虽然 Tatsuki 在1999年出版了《我所看到的未来》合集之后，就因为种种原因退出了漫画界，但这些年来，他仍然会做有关于未来的预知梦，并且所有的梦都被他记录在了他的日记里。而有关最新预言的第一个梦是 Tatsuki 在印度旅游期间梦到的，并且这个梦十分的特别，就连他自己都有些难以解释。大家能想象在些电影中女巫正在煮毒药的场景吗？那热锅里会一直冒着很多气泡，而 Tatsuki 就在梦中看到了类似的情景。只不过不是发生在锅里，而是发生在日本东边的太平洋里。这个匪夷所思的梦是在预示海底将会有东西爆炸吗？ Tatsuki 也很莫名其妙。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就在不久之前 Tatsuki 又做了一个差不多的梦，而且这次的预知梦指向了一个确切的时间，那就是2025年的7月。在这次梦中， Tatsuki 以一种俯视的视角看着日本的南海地区。这一次，海面上又出现了奇怪的气泡，但与上次不同的是，同一片区域里出现了2条龙。接着，在一股神秘力量的作用下，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水域突然喷发了。一瞬间，海面上掀起了惊涛骇浪，并向四面八方不断扩散。也就是说，一场巨大的海啸袭击了环太平洋地区。Tatsuki 的梦到这里还没有结束，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在他的梦中，海底由于未知的原因突然爆发，引发了巨大的海啸，并推动了陆地的上升。这使得香港、台湾以及菲律宾的土地连接成了一片完整的大地。也就是说，在海底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岛，并连接了周围的所有的陆地。这个梦实在是太过于不可思议了。很多人说这根本就不可能嘛，但真的完全没有可能吗？事实上，就在日本的南海深处，有着一条面积约700平方公里、深度达到4000米的南海海槽。由于该地区位于太平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交接处，因此日本的东南海地区早就被列为了地震多发地区，并且存在着发生巨大海底地震的可能性。通过总结日本南海在过去发生大地震的数据，有专家表示，南海大地震很有可能在40年内发生。更准确的预测说，这可能会发生在2038年左右，至少在2050年前肯定会发生。这样看来 ，Tatsuki 的梦似乎不无实现的可能。那么，好好的太平洋真的有可能会升起一片陆地，将大陆都连接起来吗？这一点确实有些困难。但类似的例子也曾经出现过。2013年，在东京以南1000公里的太平洋上，就曾出现过一个小岛屿，据说是在海洋板块的相互作用下，导致海底火山喷发而产生的。由此可见，如果板块之间真的发生了剧烈碰撞，短时间内出现一个岛屿也并非不可能。不管怎样，大家都希望 Tatsuki 的最新预言不会真的实现。其实 Tatsuki 也描述了他所看到的灾难后的世界。他说，人们并没有因为灾难失去希望，而是共同创造了一个更加稳定、光明的未来。Tatsuki 的这番话带给了人们更多的信心，而且事实也证明了，在过去的一次次灾难面前，人类并没有被打倒，反而是更加的团结，更加珍惜当下美好的生活了。所以，关于预言，不管是好是坏，都希望大家能理性的看待，因为明天会发生什么，我们都说不清楚，还是过好当下吧。